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日前下令，对过去5年中美武装力量之间的互动进行全面审查。报道称，此次审查是出于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所谓强势行为的担忧加剧。米莱称，通过启动审查，美军试图详细了解中美两军之间的所有互动，尤其是任何可能因中国飞机或舰艇距离美国军事资产太近而可能被视为不安全或不专业的互动。然而，美方所指责中方不安全或不专业的行动，其地点往往都发生在中国周边海域。事发之时，美国舰机要么是对中国抵近侦察，要么是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擅闯中国领海或岛礁。显然是美方自身不安全、不专业，甚至是充满挑衅的行为，才导致了中美双方海空兵力的近距离接触。专家指出，美方这套贼喊捉贼的霸权逻辑，在国际社会根本不会得到认可，而美方的强盗行径也会给自身安全带来更多危险。中国军队跟美国军队发生接触，导致所谓不专业的行为，要么就在台海，要么就南海，都在中国的附近。你不是一个整整的强盗逻辑吗？你提着大棒子都到我们门口来了，然后我对你进行一些推搡，你说啊，你这个反击动作不专业，那怎么个专业法呢？你的侵略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东西，不正义的行为，你讲专业，这不是笑话吗？但问题在于，由于美国对这个印太战略多年来一直拒绝跟中国坐下来谈所有的游戏规则，他总认为他很强大，要保持他这个不可能的，他说我要保持我的印度的航行自由。那你要你的航行自由，那你到我的家门口来，我至少要有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吧？那你说我专业，那你说应该怎么专业？但是你说要专业，最好是不要谈，先把底线划定，把这东西能做出在这个底线之上，我们不接触，它是以这个为借口来对自己的印太地区的军力、它的加点做一个检验，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他这个加点可能不够用。事实证明，美方才是滋事挑衅、蓄意拉高台海紧张局势的始作俑者。就在7月19号，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新闻稿称，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当天通过台湾海峡，执行所谓航行自由例行性任务。6天前的7月13号，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首先是在西沙，因为西沙是国际公认的是中国的边，这条闯入西沙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个是非常恶意、非常恶意的闯入。他明明知道，因为如果说我们在其他的比如南沙其他地方可能还有一些争议，因为那地方大片的国际水域，但西沙这个地方呢是中国已经确立，国际社会也认可了这样的事。除此之外，据美媒报道，近期美国国会又在推动挺台新法案。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声称，将在8月审议台湾政策法。据悉，该法案被视为美国自1979年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后对华涉台政策的最全面调整。目前透露的信息显示，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极具挑衅性，包括提升美国政府与台互动层级，提升台美防务合作层级和水平，松绑与台湾关系法中的对台军售限制，将防御性扩大到有利于威慑解放军的武器，并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美媒指出，如果包含如此众多议题的台湾政策法案真在美国会通过，且美行政部门认真执行，那意味着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将只剩下一个名称，内涵被彻底掏空，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海啸。但也有评论指出，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该法案能够落实的可能性极小，恐怕还是国会政客收钱完成挺台任务。上周，拜登向媒体透露，中美元首有可能在10天内举行通话。外交部发言人7月21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通过各种形式保持着沟通，关于近期是否通话，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拜登呢，这次主动释放出沟通的信号，显然也是比较积极的。那么为什么美方这么积极呢？觉得这个可能和中期选举的这个选情倒还不一定是直接相联系，因为同上次两国领导人进行这个视频会议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那么我觉得在这样长的一个空窗期，双方领导人既不见面也不通话，实际上是不太正常而且不太健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认为双方领导人是应该在这个月底之前进行一次这个电话上或者说是视频上的连线。
那至于说他们会谈到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从过去的这几次的这个讨论中间都可以看到说，比如说台湾问题当然是中国方面的这个重中之重，但是从国际上面来讲，俄乌战争也好，或者说朝鲜问题也好，或者说伊朗问题也好，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疫情所引发的这种公共卫生的危机，以及俄乌战争所带来的这个粮食安全的问题，还有能源安全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双方领导人其实能够探讨的问题是非常多的，而且应该探讨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如果双方通话的安排确实已经有了具体的日程，通常也是双方共同约定，共同发布，那么这样才符合外交惯例。这次拜登总统突然急着透露这样一个消息，这个事情本身就非常值得玩味，是很有意思的。我看到拜登总统的表述是可能，而不是说正式已经商定好，说明拜登先生他是急着要透露这样的消息。那么或许他一定是想让那个有关的方面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跟佩洛西议长所谓的要去台湾访问，它是挂在一起的，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体会一下，去分析一下各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无论是此前相会上的中美防长会晤，还是近期的中美外长会晤，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都向美方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有评论认为呢，中方的底线和原则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看美国接受不接受。孙女士，您当时呢也在相会的现场，在您看来，美方究竟是什么态度呢？我认为中方的底线和态度，美方是了解的，而且中方在台独问题上的态度，我认为也是美方非常了解，而且从美方目前的这个政策来讲，美方现在是不支持台独的，也就是说，这个台湾问题最后从大陆来讲一定会实现统一。但是在美方来讲，它是没有预设统一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而只是说这个台湾问题解决的过程，最后一定是需要是和平的。那么最后是统一也好，或者说是保持现状也好，美国所强调的是说这个过程一定需要和平。那么在对同一事态的不同解读上面，我认为中美之间是有差别的。从美方的这个立场来讲，我认为实际上最终的一个中美双方的矛盾点，还是在于说，就是台湾问题最终的解决，以及它最终的我们说解决的这个方案，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或者说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向实现，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个我觉得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矛盾。日前，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表示，防止和平前景遭到破坏，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台海和平基石。中美之间呢，目前恐怕并不缺乏交流，该说的都说了，但是美国呢，说一套做一套，没有明显的改变。对此，中方又应该如何应对？王先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它内部实际上我认为它还是有底线的。我们一定要看全它的目的，它既要呢打台湾牌，把台湾作为一个削弱中国、拖垮中国遏制中国一个筹码，同时呢，它还是呢千方百计的想控制在呢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这就是美国它这个一种邪恶的用心我希望广大的台湾同胞也应该看到这一点，也应该从中的吸取教训。我认为说，总体上看，美国方面是不太可能放弃说一套做一套这种政治把戏的，他们不会放弃利用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样的一些体制上的、制度上的、文化上的差异，来对中国打台湾牌、打擦边球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更加不可能放弃他们习以为常的、已经非常习惯的玩文字游戏这种政治欺诈。我们不能够排除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更加冒进的、更加鲁莽的行动的可能性。除了我们要继续坚持我们的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
以及我们长期坚持的以和为贵的政治哲学这种价值观之外，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也要适时以适当的方式来秀秀我们的肌肉在哪。